那真的要担心的是私设公庙哦，私设公庙。私设公庙就是那个谁家里1楼，然后自己开个神坛哦，就这样哦。那个私设公庙哦，我也反正就是里面有人在蒙书，你知道，就是去问事情，然后跪在地上哭啊，然后他们打他啊，说什么冤亲债主啊，安诺杜安诺啊，哦，然后像那个私设公庙修金，干他就烧了，他管你了，然后那边出入就确实就复杂很多，嘿。当然有一些欧基上、欧巴上那是信徒哦，从小拜到拜10几年了哦，他觉得说，这个老师很灵还是怎么样？好，当然有这种好人，不过他坏人的几率哦，就会比大庙还高非常的多。私设公庙，你看那些社会新闻，真的他们一直出代志的，都马上私设公庙，什么说双修啊、卡到阴啊，哦，需要我的时候帮你化解一下啊，我就觉得这个神棍就很垃圾，就这样，就是说会去庙。好，大庙又不去，他会去那个私设公庙。你看，这个都是遇到事情的哦。他现在心里有弱点，他根本写在你的脸上，你要去骗人家，骗人家的钱以外，骗人家的身体，那都是私设公庙。私设公庙比较问题。庙旁的房子买不得，当地人怎么判断庙是闲物设施还是潜力股？先说结论哦，你就看那间庙哦，会不会有政治人物去拜票？如果有的话，通常都是比较安全的，因为他们不想闹事哦。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今天我来跟你讨论高雄庙宇附近的房子可以买吗？哦，这次我们来聊庙哦，就是跟观众朋友聊天，然后他就问我说，像高雄有一些很不错的中古屋自产的物件，它旁边就是庙，这样，那这种房子能不能买？先说结论哦，不一定哦，不一定，因为庙这个很看人，很看人啦哦。那非常多的庙现在早就不是一堆8+9这种了哦，那买起来也不会有太大问题。那个8+9现在聚会什么的不太喜欢去庙那边，会被大人管啊哦。那如果买方是外地的自产客，那应该就是认为庙就是闲物设施，他管他是好庙还是什么，他就先说这是闲物设施哦。为什么他要杀价哦？但如果你找当地人接手的话，就不太会有问题哦。他们还是会跟你杀价哦，杀好玩的。买房子谁不杀价？庙是个理由，就不能拿出来讲而已。可是在地人真的，我看起来他们都不觉得庙有什么问题哦。那我知道你接下来就要问你就不是在地的嘛？你怎么知道那个是不是好庙？我自己判断的做法是就看那个新闻会不会写到政治人会去拜票的那种庙就好了哦。例如我们过年的时候，政治人物不是会去走庙吗？哦，那选举的时候不是会拉票吗？哦，那政治人物会去拜的，那你就拿这个来判断就好了哦。我会这样讲，是因为那些大庙也不希望就出事情，然后导致他们怎样香火就变差还是什么，所以平常他们一定会做一定限度的管理哦，就是这样。比方说8+9要在里面赌博，那么打打杀杀，他就不会同意哦，就这样。他同意还有其他主委，其他主委也要同意啊。那你要在里面保票，才办法保票啊，哦，就变成这样。不然有更简单的方法，你就去问当地人嘛。哦，怎样是当地人？那个早餐店的哦，早餐店应该9成9都是当地人，不会有一个跨区然后跑来这个早餐店上班的，很难啊。哦，除非是来支援的店长，有些连锁体系，你就问那个早餐店的哦，那问一下就知道了。那再来跟你分享高雄有哪些有名的庙。那接下来就来聊一下高雄有名的庙篇幅的关系哦，我就讲我有印象的哦，我有印象的，我漏掉就漏掉了就补充嘛哦。好，来第一个三凤宫，谁不知道高雄三凤宫哦？以供奉三太子闻名，然后被民进党支持者称为民主圣地，常常会在这边做那个造势活动哦。那第二个五甲龙城宫在凤山区供奉妈祖闻名，这个很厉害，这很厉害，这是金碧辉煌啊！如果我是神哦，我也想住这种房子、这种庙，你知道，很夸张啊。2018年9合1选举，韩国瑜也在这边造势过。来第三个万兴宫哦，在前金区是供奉清水祖师的庙，他们很特别哦，就是门前搞那个彩绘3D 龙，如果经过的话可以去拍照打卡之类的。我想到那个龙，我就觉得很难做。那个如果是画的话，可能就投影去打吧，然后照描吧，那很累啊，那边画一整天那个腰哦。第四个旗津天后宫，旗津啊，对啊旗津也是高雄啊，只是我几乎没讲过而已。那高雄第一间妈祖庙，你看这个分量哦，供奉黑面妈祖哦，这个是市定古迹在渡船的码头附近而已哦。那有去旗津玩的话，就去拜一拜哦，求个平安。然后第五个高雄关帝庙，就那个武庙哦，武庙商圈那边供奉关圣帝君，庙前站岗的是罗马武士跟赤兔马哦，算是当地的特色地标。最后你要知道，不想住庙附近可以选哪里哦。那我也知道无神论者基督教或信仰不同很多。
那他们就不会想要买在这个宗教色彩那么浓厚、道教文化那么浓厚的庙宇旁边，尊重哦。那我们就来讲讲看哪一区的庙宇会比较少哦。先说结论，从化区啊，对啊，你信心从化区的庙哦，就是少或几乎没有，就这样。那个庙以前的庙产那个地都是人家挂了往生了，没有小孩，那就归庙了，都这样啊吼。那就被好好的重划过后，这些事情都解掉了。例如说，美术馆东16高铁特区这边要找出一个香火鼎盛的庙，小困难，对不对？有的话也在旧左营那边。你看我每次举例都会讲到这几个哦。然后文山特区应该也厉害哦。然后凹子底富邦凹子底南平路那边应该也，我至少在那边我就没看到什么庙。如果有的话，就是在那个未来的农21从化区那边里头有那个14公庙，差不多是这些嘛。如果你不讨厌庙宇的话，而是害怕什么什么鞭炮啊、敲锣打鼓啊、吓到宠物的话，那我建议你你就买高一点的楼层哦，然后窗户改成气密窗，很大程度能缓解这个噪音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我个人我不讨厌庙嘞，真的不讨厌庙的。我觉得有庙有神明住旁边，我觉得很好啊，跟我从小到大拜拜当然有关哦。我就觉得住在庙旁边很好啊，有什么不好？而且现在烧香还是在烧，但是不给烧金纸啊、金纸哦。以前那庙最被讨厌的是什么？就是那个晒衣服都是烧金的味道，现在不会啦。对啊，然后那个庙的文化也有很大的转变，像一些国片什么还是这个佚佗啊，都是聚集在庙前面，现在没有啊。对啊，他们忙着去做诈骗，谁在那边庙里面？所以差很多。我真的不觉得现在的庙有什么大的问题，比较大的庙没什么问题啊，真的。对这几件事情先讲，不然怕忘记。就现在不是房地产吹冷风嘛，这已经是事实了。那我自己的观察是这样跟你分享一下。先说台北台北市、新北市。那台北目前依然持续在成交那成交的行情没有特别的高，也没有特别的低，就行情这样。只是说现在的买方分布已经变成说 50% 是自住换屋那 50% 是财富传承，投资客几乎都离开台北了。那我想这个也不赖嘛，就没有投资客在那边恶性炒作那前面讲到那个 50% 自住换屋，自住换屋很重要的考量就是小朋友的学区所以蛋黄依然非常坚挺那 50% 的财富传承那财富传承讲的就是就天龙人嘛有钱的天龙人，那通常都是怎样？长辈就是看生几个小孩，然后每个小孩一人帮他们买一间这样要给小孩的这种属性，所以他那个也没有要投资，也没有要炒作啦，就是保值就好财富传承那你有钱，你要放在全台湾最顶尖的房地产市场来自住换屋或是财富传承都可以只是说现在成交在4500万以上已经是目前的常态我居然还有观众去买超过1亿的大安区房子，然后他们说我台北前辈的团队服务是非常的顶级他们的家族很满意这样对，所以你要看那些财富传承用的房子或者好学区的房子你就加我前辈的 LINE 小老鼠拜台北，小老鼠买台北这样。加了你就看到他的大头贴那个是助理在顾的那他们会不定期的 po 这些房子给你参考。OK 那讲完台北，讲高雄高雄的情况是也一样，市场降温那之前的乱买乱出价族群就不见了。我认为这样很好，因为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专心瞄准重大建设，就比较不会有那外行乱出高价的乱，你知道。那自从我拍了会员影片我会员影片不是说都会拍重大建设嘛，那陆陆续续我拍了高雄的重大建设有楠梓台积电到凹子底3大开发案，富邦凹子底 BOT 案，到71期4地重划，新高雄火车站，到亚洲新湾区你们观众很奇怪我拍一个重大建设，你们就跟着买一个重大建设附近。高雄我是很有信心没想到说这个观众好像比我还有信心买的比我还贵，买的比我还多真是蛮夸张那看好高雄，你瞄准重大建设，就找我推荐的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那在高雄你要卖还是要买那你就给他们一条龙就好了，就跟我一样，我过去10几年都是他们处理的，这是真的那我付的中介费这样子加起来早就超过7位数。
那你看我还是愿意推荐他们，就是真的很没问题嘛，很专业，很 OK。他们的 LINE 是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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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小老鼠5个 go。那他们有答应我说会 po 在这只 LINE 的房子是都会挑过就是专门给买房阿元的观众。那这些房子都怎样？都适合自产，也都在重大建设旁边，你可以加那个 LINE 来看看高雄没有台北那么贵啊。祝你自产顺利，来高雄玩得开心。赞赞。讲八卦，庙有很多种住在大甲镇南宫旁边，拜托对啊，这还有什么问题？不要，庙是闲物设施，拜托对，所以大庙它反而自带光环自带光环。那真的要担心的是私设公庙私设公庙就是那个谁家里1楼，然后自己开个神坛就这样那个私设公庙我也反正就是里面有人在蒙书，你知道，就是去问事情，然后跪在地上哭啊，然后他们打他啊，说什么冤亲债主啊，安诺杜安诺啊，然后像那个私设公庙修金，干他就烧了，他管你了，然后那边出入就确实就复杂很多。当然有一些欧基上欧巴上那是信徒从小拜到拜10几年了就觉得说这个老师很灵还是怎么样。好，当然有这种好人，不过他坏人的几率就会比大庙还高非常的多。私设公庙，你看那些社会新闻，真的他们一直出代志的都马上是私设公庙，什么说双修啊，卡到阴啊，需要我的时候帮你化解一下我会觉得那个神棍就很垃圾，就这样，就是说会去庙大庙又不去，他会去那个私设公庙。你看这个都是遇到事情的他现在心里有弱点，他根本写在你的脸上，你要去骗人家的钱以外，骗人家的身体，那个都是私设公庙。私设公庙比较问题，那大庙会出的问题，到什么主委什么财务挪用什么，对不对？那么高级很多，需要担心的是私设公庙然后私设公庙通常就是当地的地头蛇，那就比较复杂以前不会讨论到，现在会讨论到。还有一个东西，四面佛，对不对？四面佛好像越来越多了呢。我记得我小时候没有那现在的话，很多的1楼就会开个四面佛，然后看起来没人在顾，然后大家进去里面自己捐钱，然后去挂花圈什么的，四面佛。所以我不知道这个就不是我从小到大拜拜的对象但有此一说啦，就是四面佛就那个八大拜的比较多，那出路当然是对不对好，所以真的比较起来，我如果自己要买房子我会在意那就是私设公庙跟那个四面佛，这个我就真的要附近早餐店的欧巴桑我要去问问看了那不然的话大庙这个到底有什么问题？我真的觉得还好，而且现在管制是严格的。以前那个庙要办活动好像想办就办了那现在都要提前申请，为什么？真的觉得还好。而且现在的绕境游行的频率已经比小时候差非常非常多了。我个人觉得你要硬说它是闲物设施这个假设那个0分到10分以前的话庙是闲物设施可能都有到8、9分那你现在大概就是已经到4、5分的阶段了，还好啊，真的还好啊。当然你说旁边有个庙那个是对附近中古屋房地产的利多，是倒不至于啦，但是我是认为庙的破坏力没有像以前一样大。